大约80年后，人物素描终于传入法语世界。他最杰出的实践者是法国的道德家拉布吕耶尔，他出版了一本名为《人物素描》的作品，重新翻译了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古代文本，同时又加入了自己对当下社会的改写。和卡索邦、霍尔一样，拉布吕耶尔也相信人物素描代表着一种新的写作方式，它既不是枯燥的哲学论证，也不是单调的道德训诫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道德哲学的第三条道路。他曾经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凭什么一部道德著作就能让口味迥异的人都满意呢？在他看来，人们对道德哲学的期待并不相同。有人希望看到体系化的理论，他们偏爱亚里士多德那样庞大而完整的思维结构；有人则渴望科学化的分析，转向笛卡尔去寻找理性与方法论的支持。但拉布吕耶尔认为，这些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：它们太抽象、太高远，离人太远。真正的道德哲学不该是空中楼阁，而该落在街道上、餐桌旁，那些人们日常言行的细微之处。人物素描正是这种哲学的容器，它让我们通过人物去观察、去判断、去反省。但还有第三类读者，他们不在意复杂的分类，也不关心道德是不是源自某种生理机制，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活生生的人，在具体的性格、姿态和语言里看到善与恶的样子。通过观察这些人物，他们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虚浮、软弱、可笑的，而什么又是坚实、值得称道的。拉布吕耶尔正是这样的读者，他相信理解道德的最好方式不是去写论证，而是去描写人。于是他的人物素描不仅展示了各种美德与恶习，还描绘出一个社会的横截面：税吏与律师，神职人员与无神论者，富人和穷人，这些人彼此交织，形成了一张人性的社会地图。读者在其中看到的既是他人的性格，也是自己的影子。拉布吕耶尔笔下的富人是这样的人，他伸出手帕对着鼻子猛吹，声音大得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。他随地吐痰，喷嚏打得响彻整个房间。而穷人呢，则恰恰相反，他把鼻涕擤在帽子下，吐在手帕里，打喷嚏时还会特意躲到角落里。在拉布吕耶尔看来，这些细节不只是讽刺，它们是一种道德哲学的隐喻。财富、地位、身份都能在最日常的动作中暴露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与傲慢。哪怕他写得像社会观察，其实仍在讨论一个古老的问题：人应当如何生活。但50多年后，一个叫大卫休谟的苏格兰哲学家读过这些作品后，却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。他认为人物素描根本不配被称作哲学，它或许是文学，是修辞，是观察，但不是思想的论证。从这一刻起，哲学与文学开始被重新划开。1748年，休谟出版了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《人类理解研究》。在书里，他把当时的道德哲学分成了2个阵营。第一种是简单直观的方式，第二种是精确抽象的方式。通过这一区分，休谟其实等于向整个道德写作传统下了战书。他宣告，哲学的道路只有2条，要么依靠感受与经验，要么依靠逻辑与理性。除此之外，没有所谓的第三种写法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延续了上千年的人物素描，再也不被承认为一种合法的哲学方法。休谟亲手把它剔除出哲学的正统版图。在休谟看来，所谓简单直观的方式，其实是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哲学。他假定人是被品味与情感所引导的生物，因此那些采用这种方式的哲学家，往往会用最可爱的色彩去描绘美德，让伦理写作变得生动动人，甚至带着一点诗意与修辞的光泽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描写得够细腻、够真实，人就会被善的形象所打动。这些哲学家的工作不只是讲道理，他们还会从日常生活里挑出最能打动人的片段，那些最引人注目的观察和实例，再把性格相反的人放在一起，做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对比。通过这样的写作，他们希望读者不仅能理解伦理，还能从中感受到某种阅读的愉悦，一种思想与文采并存的快感。有趣的是，休谟在描述这种方法时，他的语言、节奏，甚至比喻方式都和人物素描极为相似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在他的时代，人物素描几乎无处不在。他潜伏在古典作家的文本里，出现在学院教育的范本中，也活跃在他身边的文学圈与报刊上。更巧的是，就在他写下《人类理解研究》的前几年，辛格的希腊文与拉丁文版本刚刚在格拉斯哥重新出版。休谟自己也确实收藏过卡索邦的那一版辛格。换句话说，他拒绝的那种写作形式，其实正是他成长于其中的传统。不过，这种简单直观法和人物素描的真正联系，最明显的地方，还是在休谟列出代表人物时，他用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名单。在休谟看来，西塞罗的声望至今依然长盛不衰，而亚里士多德的名声早已渐渐消散在尘埃中。拉布吕耶尔的作品《穿越海洋》
语言与时代依然被人反复阅读，但马勒布朗式的荣耀只停留在他那个理性主义的法国时代。至于约瑟夫·爱迪生，休谟甚至预言未来的人依旧会乐于读他，而洛克或许会被彻底遗忘。这一串对比不仅是审美判断，更是一场思想的分派。在休谟的眼里，西塞罗、拉布吕耶尔、爱迪生，他们属于简单直观的哲学，写得清新自然，雅俗共赏，能让人真正读进去。而另一边的亚里士多德、马勒布朗式、洛克，他们代表的则是严谨抽象的哲学，理性系统却疏离人心。这一刻，休谟不只是区分了两种写作方式，他其实在重新定义哲学的疆界。从此，哲学不再是文学的延伸，而是要成为一种独立于修辞与叙述之外的理性事业。把前面那几位人连在一起的，其实是他们对人物类型的共同迷恋。罗马雄辩家西塞罗发展出一种叫 notatio 的修辞手法，专门用来刻画人物特征。拉布吕耶尔写出了一部畅销的《泰奥弗拉斯托斯人物志》改编版，而爱迪生的《旁观者》杂志几乎每一期都在描写人物。从街头闲谈者到那位虚构的旁观者先生本身，有位历史学家说得很好，爱迪生真正的才能就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泰奥弗拉斯托斯。所以，如果像休谟所说，当时的世界更偏爱简单直观的哲学写法，那其实也意味着当时的世界更偏爱人物素描的方式去理解人性。这种写法看似通俗，但它隐含着一个信念：哲学不必非得在体系里完成，它可以在人物的形象中被感知。不过，休谟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亲手打破这种写法的合法性。当他把西塞罗、拉布吕耶尔、爱迪生和亚里士多德、马勒布朗式、洛克放在同一个坐标里比较时，他其实已经在铺垫一场转向，要从生动的性格描写转向精确而抽象的哲学。这种哲学看待人的方式彻底不一样，他关心的不再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，而是人类为什么会这样思考。他追求的不是品行的修养，而是理解力的锻炼。这些精确而抽象的哲学家不满足于对习俗做表面描述，他们要搞清楚这些习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原则。他们的研究路径很有科学气质，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出发，不断推导出更一般的规律，再往下追问，直到抵达那个最原初的层面，人类好奇心所能触及的极限。所以，如果说简单直观派的哲学家更像是在写人物素描，那么这些人就更像是形而上学家，他们不描写人，他们要解剖人。在休谟看来，这两种哲学方法都不够理想。简单直观派的哲学家们文笔优美，引人入胜，但他们往往停留在表层，没能触及问题的根底。而精确抽象派的形而上学家虽然更接近真理，却常常陷入晦涩与技术细节，甚至走进了无谓的空想。休谟认为，真正好的哲学应该结合两者的优点，既要有深入的探究，又要保持清晰易懂；既要追求真理，又要带来新意。他在书里感叹道，如果我们能在不同哲学的疆界之间找到结合点，把深刻的探究与清晰结合，把真理与新颖调和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。休谟希望他的人类理解研究能成为这样的作品，他要从简单直观派那里吸取清晰与新颖，再从精确抽象派那里汲取深刻与真理。换句话说，他想写出一本既能让人读进去，又能让人想下去的哲学书。为了说明这种理想的结合，休谟用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比喻。精确抽象派的研究就像解剖学之于画家，虽然解剖学不该进入画布，但画家若不懂解剖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人体的结构。如果说画家只关心外表，用最华丽的色彩描绘那些姿态优雅、表情迷人的人物，那么他也必须注意到外表之下的东西，那隐藏在皮肤底下的结构。骨骼、肌肉、器官，它们远没有外貌那般赏心悦目，却是支撑一切的基础。同样的，休谟也要去探究心灵的内在结构，那些理性、情感与知觉之间的微妙联系，虽然晦涩难明，却决定了人类思想的形状。不过，他不会把这些发现生硬地呈现出来，他更像一个有节制的画家，用修辞的色彩让抽象的思考仍然保持可读的温度。同时，他为自己划定了一道清晰的界限，经验就是边界。凡是没有亲身经历，无法从经验中得到印证的事物，他都拒绝谈论，不去空想，不去神秘化，那是他对哲学的一种自我约束。在这样的调和之下，休谟既摆脱了简单直观派的柔软文艺，也超越了精确抽象派的形而上学空转。对他来说，人物素描不再是一种哲学的路径，而只是两种旧方法中需要被克服的遗产。在休谟手里，道德哲学已经变成了一场修辞上巧妙、逻辑上深入的探索，去寻找多样现象背后那些普遍而通用的原则，同时也承认自身所能抵达的边界。如果他要处理人物，那也不会再像古人那样去描写性格，
而是以这种更深、更冷静的方式来处理，追问原理，而不是描摹外貌。事实上，就在同一年，休谟写下了那篇后来被称为臭名昭著的《论国民性》，但在这篇文章里，他没有像泰奥弗拉斯托斯或那些早期的模仿者那样去描绘法国人、意大利人、英国人的性格图谱。他对那种人物素描式的写作方式已经不再感兴趣。相反，休谟从一个更抽象、更危险的地方出发，去批判那个当时几乎被默认的假设：国民性可以通过天生气质来解释。在别人还忙着罗列各民族的性格特征时，休谟已经转向了更深层的问题：国民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是风俗的结果，还是制度的反应？是气候、宗教、教育，还是人类理性的共通结构在起作用？他要揭示的不是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性格肖像，而是一整套塑造性格本身的原则机制。1751年，休谟出版了《论道德原理》。在附录的那场对话中，一位说话者提出了一个直击核心的问题：我们对性格的判断总是那么不确定，那么是否可能找到一种更稳固的判断的标准？要找到这个标准，休谟说，必须回到最初的原则。于是他举了一个极富象征的比喻：莱茵河向北流，罗讷河向南奔，但它们都发源于同一座高山，同样受到重力的驱使。真正让它们流向不同方向的，只是地势的差异。这个比喻后来成了理解休谟思想的关键。它不仅是对判断标准的说明，也恰好揭示了休谟之后两种写作道路的分流。自从他把道德哲学家分成两类，一类是解剖师，他们博学深思，探寻人性的隐秘根源；另一类是画师，他们轻松会画画，却更热衷于描绘性格与气质。他们同样发源于那座道德哲学的高山，同样被理解人性的力量所驱动，但最终流入了不同的海洋。一条河注入我们今天称为哲学的大海，另一条则汇入文学的波涛。到了今天，我们站在这两片海的交界处，几乎已经看不清他们共同的源头。可如果把目光重新投向休谟，那位在高山之巅凝视人性的哲学家，或许我们还能听见那最初的泉声。正如一位文学史家所说，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写在一个关键的过渡时刻，那是文学这一概念本身正在变形的时代。在那之前，文学与哲学还共饮一泉，哲学家写得像画家，用语言塑造人物；作家思考的像哲学家，在故事里追问德行与理性。而到了18世纪中叶，文学悄悄接管了昔日属于绘画式哲学的领域，描绘典型人物，再现场景，制造对比与冲突。这一切从哲学的疆域转移到了小说、散文与戏剧的世界中。在一些作家手里，那种源自西奥弗拉斯托斯传统的人物类型被直接吸收入小说，他们成了故事的角色，成了道德实验的参与者。而在另一些更隐蔽的作品里，这种影响化作一种结构性的力量，骄傲与偏见，理智与情感，节制与欲望，这些古老的德行和恶行不再出现在哲学论述中，而是被安放在人物的命运里。与此同时，哲学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一条更冷静、更深邃的解剖学之路。它放下修辞与人物，转向原则与推理。看看今天大学的哲学系课程大纲，结局已经明了。休谟最终赢得了胜利。在哲学课堂上，你不会读到爱迪生，读到的是洛克。可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休谟之前，还能隐约看到另一种可能的哲学，一种更文学化的哲学。那时，哲学并不急于去追寻普遍的原则，而是尝试在具体的人与社会中理解世界。它让思考与描写共生，让美学与认知交织。那是一种我们已经几乎遗忘的哲学形态。它既能让人思考，又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复杂与细腻。那就是人物素描式的哲学，也是休谟亲手告别的传统。这也引出一个颇有挑衅意味的问题：如果我们把拉布吕耶尔当作和笛卡尔一样的哲学家，会怎样？如果我们承认爱迪生在道德上的洞察力并不亚于洛克，又会怎样？更进一步，如果我们把对自怨自艾的边缘人、自信过度的男人、谨慎多虑的知识分子的描写当做一种思考工具，它是否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，甚至改变我们自身的行为？这里面其实藏着两个启发。第一个启发是，哲学并不总要从抽象概念开始。角色素描这一古老的写作传统提醒我们，有时候要解释一个普遍性的观念，比如时机不对或心不在焉，仅仅靠定义和逻辑是不够的。我们需要一个人，一个具象的形象，让那个概念落地、发生、活起来。换句话说，要理解心不在焉，我们不只是去查字典、看定义，而是需要看到那个总是出错、忘带钱包、说到一半又跑题的人。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概念的最好注解。第二个启发更有意思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某些文学写作其实比哲学更接近哲学的精神。文学并不是哲学的替代品，而是一种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它让我们在具体的人物中看到道德、情感和社会的结构。也因此，那些被哲学忽视的角色，宴会主人、势利眼、车夫、姑妈，忽然都变得重要起来。他们不再只是背景人物，而是一般性概念的具象化身。在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传统中，哲学的对象不是安提戈涅或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悲剧人物，而是我们身边那些微不足道的人。他们的平凡与荒谬，恰恰构成了人类行为的镜像。这也许就是哲学和文学之间被遗忘的秘密。要理解人，我们不一定非得从理念出发，有时候从一个具体的人开始，反而能更接近真理。其次，回想哲学与人物小品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儿。当我们今天去描绘那些明显的道德类型，比如守财奴或者喜欢男人说教的人，其实我们正是在延续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。从古希腊开始，人们就通过描写负面典型来进行道德教育，给这些人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劝诫，别学他们的样子。在16世纪，时机不对先生的人物素描被当作一种警示，提醒人们别再挑错时机，别再在人际关系中出洋相。到了21世纪，我们称呼某人是 mansplainer， 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。这不仅仅是个标签，更像是一种温和的警告，希望他有一天能停下来，意识到问题所在。这正是泰奥弗拉斯托斯式人物小品和刻板印象的分界所在。人物小品关注的是行为，不是血统，它指向习惯，而不是天性。它描绘的不是某个群体无法改变的特质，而是人类普遍会犯的那些小毛病，那些可以被反省、被修正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之所以给这些行为命名，是因为我们仍然相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。在今天这个哲学几乎等同于解剖的时代，人们热衷于抽象分析，试图挖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则。可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传统提醒我们，描绘同样是一种思考，它不仅是通往知识的路径，也是一种行动的召唤。当我们回望那本小小的性格，看看它如何被阅读、被模仿、被改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哲学与文学的交汇从来不只是文风的问题。那些看似微不足道、常被忽视的文学形式，往往藏着通向普遍概念的入口。它们不仅让我们理解世界，更能悄无声息地改变我们的行为。而这不正是哲学最核心的任务吗？只不过，它并不一定需要庞大的体系、复杂的逻辑，有时候一幅简短的人物素描就已经足够了。